今天介绍的是战神大兜虫。大家好，我是红森林的甲虫老师。我们今天呢要来介绍南美洲的坦克车战神大兜虫。战神大兜虫呢非常的好饲养，就算家里没有温控也可以饲养哦。像它们 M 属的，所谓的 M 属呢就是 Myxoma， 譬如说有毛象大兜虫、战神大兜虫、雅克提恩大兜虫，这些都是属于 M 属的。M 属的虫特别好养，但是幼虫期会比较长一点哦，平均大概1年半至2年。像雅克提恩的话，就需要养到3年左右。幼虫的饲养温度呢，大概25至28度中间就可以饲养了。但是如果没有温控的话，在家里饲养要注意透气度哦。饲养箱一定要够透气，不能太闷了，不然的话还是会死掉的哦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产房。像我前面这一个产房呢，因为放太久被遗忘了，所以呢，上面你看都有走件情况，因为放了大概快1个月被我遗忘了。那我们也是来倒看看，看有没有生蛋呢？我们把土块把它捏散。哇，这边我们有看到蛋了，对不对？这边有一个蛋哦。我们在拿蛋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用手指头捏它，可以连着土一起拿，比较不会让它破掉。不管是用手还是汤匙，都是连着土一起。刚刚挖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有发现到有几颗有一点可能像烂蛋一样，它比较黄，或是那个土会粘在蛋的上面，剥不太掉。像这一种就很容易形成烂蛋哦。然后我们也要看到说，如果蛋上面有小螨虫，一般那个我们称为蛋螨。蛋螨的话很容易让蛋烂掉，所以如果有蛋螨的话，我们这土要全部把它换新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这2颗，像这一颗白白的有膨胀，非常的漂亮，这一颗就是正常的蛋。但是这一颗呢，黄黄的有没有？上面粘着土，这一颗就有机会烂蛋了。现在我们就把一颗一颗蛋放到土里面孵蛋。孵蛋的时候，土要保持水分哦，不能太干，也不能太湿。然后呢，盖上盖子，避免水分散掉，这样就好了。最后一样就写上标签，就完成孵蛋的动作喽。然后卵期呢，大概1个半月左右。至于不健康的蛋呢，我们还是给它一个机会孵孵看，说不定它还是有机会孵化出来的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战神的幼虫了哦。前面这边呢是有4只的20的哦，以这个头符来看，这个就是20的幼虫哦。哇，这只很肥很大哦，对不对？这只是30的公虫哦。但是现在呢，才30出而已，它还要再吃1年左右才能化蛹。有没有看到它大便了哦？因为幼虫被抓出来，它会害怕。它就会大便了，这是正常的现象，所以不用担心。但是呢，我们还是不要让它离开土太久，会比较好。我们现在来看这2只哦，这只是长脊大兜虫的幼虫，这只是战神大兜虫的幼虫。其实 M 属的虫跟 D 属的虫长得不太一样哦。战神的身体会比较宽一点，长脊就没有那么宽哦。屁股这边也是 ，M 属的虫会比较宽一点 ，D 属的虫就比较长一点，就没有到那么宽。战神的幼虫呢是有机会吃到
200克左右的哦，所以可以非常的巨大。好好养的话，它可以养到非常的大只。世界纪录呢，成虫可以到14公分左右哦，所以它体型是相当的大。战神的话是非常温驯的虫，它的幼虫其实不太咬人。成虫也是一样，虽然叫战神，但是它没有那么好战，不会攻击人。但是长棘的不一样哦，其实长棘的幼虫其实是会咬人的哦，所以换土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点。很多朋友在问说，亚克提恩跟战神大兜虫有什么不同？到底怎么分辨呢？我们可以看到呢，战神大兜虫它的胸角它比较往外面一点，往外面有一点斜斜的，比较细，而且呢它比较亮面，鞘翅啊或是胸部这边呢就会比较亮一点。但是呢，亚克提恩它就是雾面的哦，它的胸角是往前，而且比较粗一点。我们可以用这样来分辨战神大兜虫或是亚克提恩大兜虫。战神大兜虫的蛰伏期大约2个多月，公虫和母虫只要开始吃，1个礼拜之后就可以交配了哦。战神和其他大兜类一样，都算好配，只要先把母虫放着吃果冻，再把公虫放上去，通常就开始配了。交配时间大概几10分钟，基本上就完成交配了哦。战神的蛹期大概2个多月左右，这期间尽量不打扰。如果是公虫的话，可以开天窗，以方便观察蛹室有没有做好，以免折角没发现。也要注意蛹室的保湿哦。如果天然蛹室做得不够大，就可以帮它换个人工蛹室。甲虫老师另一支介绍长棘大兜虫的影片中，示范了开天窗与制作人工蛹室的方法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选右上角的链接来观看哦。战神大兜虫跟我是很有渊源的哦。我们家开始养甲虫的时候，是从台湾的成虫开始养起，后来呢就去买了一只幼虫，就是战神大兜虫了哦。它非常好饲养，我第一次养它也可以养到成功羽化哦。所以战神大兜虫新手很容易就养得成功，而且呢成功羽化之后非常的帅，对不对？非常的帅气的一只虫。今天的影片介绍到这边哦，祝大家养出帅气的战神大兜虫。欢迎订阅红森林频道，并请分享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才能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哦。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下方留言。想看甲虫老师拍哪种甲虫，也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哦。